恭喜你小子成功进入熬夜决赛圈！刷完这个视频，保准你能美美入眠。赶紧拿好你电量76%左右的手机，把左脚轻轻搭在右膝上，调整至最舒服的姿势，开启今晚的睡眠之旅。四海为家的王德发又到野外瞎溜达，他遇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只为寻得一处风水宝地，安家落户，娶妻生娃。这个斜坡看起来就非常不错，于是德发抽出柴刀，便开始清理上面的铁狼藉。从他娴熟的手法可以看出，小时候肯定没少给家里找柴火。想要在斜坡上建造房子，还需要挖掘出平坦的宅基地。德发立即化身人形挖掘机，十字镐抡得虎虎生威，泥土不断的往外推，一身的腱子肉爆发出用不完的洪荒之力。把十字镐干废后，又换把铲子继续挖，硬生生在土坡上刨出平坦的宅基地。就这规模，足足得有几十个平方。接着德发在后墙上划了笔画，然后便开始按照标记线开始挖掘。经常看荒野建造的肯定已经猜到了，德发这是在搭建壁炉。只见他先收集来一堆石块，而后再纯手工揉搓一滩粘土，就可以沿着挖好的凹槽开始修砌。随着炉膛修砌完成，再拿来竹竿支棱在中间，便可以围着它往上垒砌烟囱。完事之后，再把竹竿给抽离，排烟管道也就一气呵成。为了后续室内能保持清爽干燥，土墙还需要进行一定的防水措施。只见德发先把薅来的松针烧成灰烬，而后再与泥土搅拌均匀，加入生命源泉之后，一双无情铁手疯狂搅拌，就得到了纯野生的混凝土。接着德发便化身泥瓦匠，开始对土墙精装修。一双铁手把墙面抹得油光锃亮，就这效果，壁虎爬上去都得打滑。在等待墙体干燥的时间里，德发摘了个柿子补充了些能量，接着又走进免费建材市场开始进货。为了方便木材的加工，他先利用榫卯技术制作出一对结实的马架，而后就可以开始对原木进行加工。首先去掉粗糙的外皮，而后再把原木削成方木。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一点也不难，但这对德发的体能的确是不小的考验。不过为了能够早日住上新家，这点苦根本不值一提。完事后还要在上面凿出相应的卡槽，后续密封墙体就可以直接嵌入木板。首先在地基内部刨出几个基坑，而后就可以把加工好的立柱给支棱起来，四周再回填泥土并夯实。由于之前已经在立柱上方凿出卡槽，直接架上方木就能构建出木屋的整体框架。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相交处还需要打孔之后敲入竹钉进行加固，这样就能确保整个框架足够牢靠。由于德发设计的是双坡式的屋顶，中间还要搭建出屋脊，接着就可以架上方木安装屋顶椽子。得益于之前加工了足够多的方木，接下来只需拿出祖传的锯子，再把方木片成木板，就能得到密封墙体的材料。德发昼夜加班，足足锯了一天一夜，终于收获了一堆的松木板，只需对准立柱上的卡槽，一片片的嵌入进去即可。为了提升室内的采光，前面还特地预留出2扇大窗户。其余的墙体也是如此按部就班，由于每一块木板都是精准测量加工，安装上去之后就能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。屋顶同样是钉上木板进行密封。而为了提升防水效果，上面还要再加上一层带皮的木板，自下而上的安装就能起到瓦片的效果。为了提升室内的通风和采光，还在屋顶上预留了一个超大的天窗。虽然在野外没有玻璃，但他早就想好了给天窗防水的对策。只见德发先在木板两端加工出圆形插销，而后根据标记在窗框上钻出相应孔洞。组装好后就得到了一个百叶窗。由于屋顶本身自带斜度，下雨天时只要把窗户关闭，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水效果。平时只要把拉绳固定好，保持开启状态即可。其余的2面窗户也是如法炮制。不得不说，德发这骚操作简直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而作为一套顶级豪宅，必须要铺设高端的木地板。只见德发拿来木板，全部裁成方形的木片。不过为了防止木板收缩产生缝隙，还需要先把木板晾干之后才能铺设。可以看出德发还是非常注重细节的。考虑到这几天的体能消耗巨大，德发决定搞点野味好好补补身子。
于是便用竹筒和竹篾制作了一批地笼，再往里面放上一些蚯蚓作为诱饵，然后就可以把它们布置到溪流中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此时木地板也已经晾干水分，先给地面抹上一层厚厚的粘土，接着就可以直接把木地板给铺设上去。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铺上地板之后的小屋看起来瞬间提升了10几个档次。随着天色逐渐变暗，德发拿来柴火先将壁炉给点燃，而后便起身来到溪流开始回收地笼。由于地笼的尺寸限制，并没有收获什么大货，但这几条黄鳝也足够他饱餐一顿。他找来一节芭蕉树对半切开，中间挖出凹槽，再把处理好的鳝鱼整齐摆放上去，扣上盖子之后就可以直接放在壁炉上炖煮。经过99、81分钟的等待，焦香四溢的鳝鱼包终于出炉，炫上一口嘎嘣脆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10倍。吃饱喝足后，德发便钻进睡袋进入梦乡，明天醒来再继续给新家添置家具。